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喜欢做手工的清晨旁观。那么之前呢，我在视频里面分享了关于用7根雪糕棒制作一只拉尾的纸跳。那么有很多小伙伴都表示非常的喜欢，弹幕或者说私信来问我能不能出一个相关的一个教程。那么由于我在制作过程中呢是没有什么教程或者说图纸的，自己想象力把它做出来。今天呢，既然作品已经出来了，那我就把我的制作过程、思路以及图纸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一键3连哦。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我用的雪糕棒呢是15毫米乘以140毫米的，大家没必要去买很多雪糕，直接可以在网上买到。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操作，我准备了一张 A4 纸，把刀的每个部件都在 A4 纸上1比1的还原出来。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打印 A4 纸来得到你们想要的所有部件。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刀刃部分，刀刃是通过3根雪糕棒相连制作而成的，3根雪糕棒相连就是3连。那么制作这个过程需要注意的点是，两边的减重槽一定要居中并且平整。其次呢，我建议在做的时候，先把3块粘在一起以后再去塑形，再去刻画它的一个形状。这样的话，你在后续的切割、塑形、打磨过程中，刀刃的整体感会更加的强。那么这里顺便也说一下，我用的是白胶，然后用燕尾夹夹了1个晚上。那画完这个刀刃以后呢，我会放在 PS 上，这样会更清晰的可以让大家看到。每个部分呢，我都会单独形成一张图片，大家可以通过保留截图的方式去看。在制作这个刀刃的过程中，刀刃的后半段最好能够整体切除，因为它的宽度和刀身是一致的，那么对于后期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中间的这片刀刃可以增加3个小孔，以增加它的美观度。之前一样是3片拼成以后再去打孔，不然的话很容易导致错位，那么前半段的就会前功尽弃。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导轨和拉尾，这2根呢是在同样大小的情况下，中间都有一条导轨，而导轨的宽度呢取决于你选用的小竹签的宽度。由于这条导轨会比较长，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拿着尺先画好辅助线，然后再去切，而且要分多次切，不要一次切，因为只有导轨的笔直才能确保刀在跳出来的过程中它有丝滑的体验感。然后选择1根导轨作为拉尾，同样要注意的是，拉尾两侧的直线也必须保持笔直，这样拉尾在拉出来的过程中才能够顺利，并且两侧的余料正好是拉尾的导轨。由于拉尾的前端需要受力，那么可以加一段回形针。做完前面这些以后呢，我们几乎就成功了一大半。现在我们要做的呢是刀鞘的2个夹面，以及比较关键的锁的部分。锁的部分我选择在刀身的一侧开槽，再利用皮筋的弹力，通过1根小竹签把它卡在槽内。同样在刀鞘的隐藏部位也开同样的一个槽，使刀在收入刀身以后正好和刀身上的卡槽保持水平，那么小竹签正好卡住，这样就起到了一个锁的作用。与此同时呢，这其实也是跳刀的触发器。一面的刀面内侧留一条导轨，不需要穿透。这样做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刀刃的打孔部分会穿过一条竹签，而竹签刚好卡在对面的导轨内，一方面保证刀的笔直出鞘，另一方面我们在把刀身上胶固定的过程中起到平整的作用。我们再做一个这样的十字架，把我们的导轨和我们的盖片连在一起，先找准位置固定，然后点上502，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多一点耐心。有热熔胶的话可以用热熔胶。这里也回答一下小伙伴的提问，就是我用的是什么胶？我用的是晨光的白胶。最后的一块盖板是为了盖住导轨另一侧的皮筋，那么可以不做，但是为了美观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也同样做这么一块。通过以上的这些呢，我们的主要部件基本上都已经全部在了。那么这里呢，需要说的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用砂纸抛光打磨，才能保证真正的丝滑。
还有呢，能不固定的尽量先不要固定，等所有的配件齐全以后再做固定，给所有的配件留有空间，可以通过打磨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要一刀切直接下刀。再回过来看一下这个图纸，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的部分，白色的部分呢是我们需要切割的部分。至于黄色的这部分呢，是我们可以做雕刻的这一部分。如何用7根雪糕棒做一把拉尾直跳，应该是有所了解了。我们尽量把它做成可拆装的一种方式，那么保证我们后期更换皮筋。手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的截图1比1的去还原这把拉尾直跳。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清者旁观，记得关注我。